大师兄，快来救我！那一天，我拿命去救三师弟，可故事开始时，我只是个连饭都还吃不起的穷疯大师兄。传闻长兄如父，为师云游期间，这帮不成器的师弟师妹就交给你了。前4个都是我养的，又来一个，抚养费呢？你是大师兄，得把这个家撑起来，有什么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。大师兄，小满饿。唉，不急，师兄带你回家吃饭。我胎穿修仙界26年，师傅每次云游都捡个徒弟给我养，人家当奶爸，我倒成了奶兄。检测到5名师弟妹幸运轮盘投资系统绑定成功，新手奖励脱胎换骨丹，投资浩然峰成员最低10倍返还，返还物不可再次投资。投资成功，幸运轮盘启动。恭喜获得10枚脱胎换骨丹。开局就是保底，真黑呀！万转不灭体封印，评价奶兄。奶哥就奶哥吧，能养活他们就行。苍泉仙朝小公主，极品土灵根。师傅，你怎么把仙朝小祖宗拐来了？小满，你爹娘知道你跟师傅走了吗？小满留了字条，写着我去修仙啦，勿念。 5岁小丫头失踪，还让爹娘勿念。师傅，你可真会找活路。师傅说，浩然峰祥云缭绕，仙鹤扬迹，师兄师姐个个都是人中龙凤。师傅骗人。自古顺境养人，逆境造神。你要是在这里成为天下第一，是不是更有含金量？好像是耶。饕餮幼崽，万化体质，好感度100。大师兄，饿。这是你给我找来的食物吗？这是小师妹，你敢咬她，往后就别想吃饭。走，师兄带你去灵善馆，今天放开了吃。凶恶不弃，远远拜为义父。投资林渊18枚下品灵石，触发100倍返还，获得1800枚下品灵石。100倍，这辈子都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。投资苏小满2枚下品灵石，获得黄金词条，红包攒不停，红包每日累积，价值上不封顶。常师兄，听说你手头紧，我这里正好有笔稳赚不回的大买卖，日息5/1000，20天一周期，借100，1年后需还280。大师兄，这钱不能借。我不图赚钱，只图不让同门受骗。师兄先借30枚中品灵石周转。借。不过30太少，你给我凑1万。1万！常师兄，你可想清楚了，这不是30枚，到期连利息都不是小数目。5个师弟妹要吃饭修炼，哪个不花钱？师兄放心，此事我绝不让第5个人知道。20日后他还不起，就拿浩然峰的矿来抵。你大师兄借了印子钱，还想接你们回去养，不如留在雪莲峰。你没资格说他坏话。
四师兄为什么怕漂亮姐姐？没有理由，全是经验。轮回女帝第99世，金丹3层，极阴体。确定是那个平时给我做饭的小师妹？大师兄，你真借了高利贷？灵石不是问题，借贷只是我掩人耳目的手段。原来一切都在大师兄掌控之中。她是小师妹，那小满是谁呀？你是小师妹。儒道大能重生，金丹6层，诸邪不侵体。合着我这几个师弟师妹就没一个正常人。3篇诗文，篇篇意境极致，大师兄必是返璞归真的隐士高人。投资5个粽子，触发100倍返还。大师兄，听说你借了高利贷，我走回来帮你喽。你是没钱做传送阵才走回来的吧？师兄，心意到了就行，不要在意细节。无灵根，长生圣体，系统评价：狗王。岁月长河中，众人老去，只有陈长生容貌未变。第5个也不正常，师傅不是收徒，他是在外面捡天命之子。好，不能修炼了，雄赳不起，怎愿拜为姨父？哎，这句林渊先说了，我没你们这么大的儿子。投资陈长生、楚星河、沈念清、林渊，均触放10倍返还。大师兄为何一块一块给？他不惜借贷也要给我们最好的资源，是想培养我们。因为大师兄人好呀。大师兄不惜借贷，他是在培养我们。特殊管环，10年修为，炼器，筑基初期，筑基巅峰。片刻便得10年苦功，如今9万灵石在手，贷款随时能还，红包还能继续累积。1万本金加1000利息，今日拿不出来，就用浩然峰灵矿抵债。契约写明20日，今日才第19日，你们是来要债，还是早就盯上了浩然峰灵矿？消息是老夫放的，浩然峰穷成这样，我们提前防范有何不可？小满的也给大师兄。师兄借的钱哪有让你们还的道理？都说好，帮犯需要把矿号都带来。能讲道理就别先吃人。泄密在先，提前讨债在后，还擅闯我浩然峰，6个人，每人2000精神损失费。你们欠我1万2。我们来讨债，怎么反倒欠你钱了？觉得不合理，咱们便去执法殿，顺便查查这张矿图是谁画的。你们为何早早盯上浩然峰？林渊，去请执法队，我数3个数。1，等等，有话好商量。常师兄，我放贷这么多年，第一次倒赔。凡事都有第一次，习惯就好。能让琼华峰倒赔的人，怎么可能只是筑基？
战是美了，可5日后，百峰便要接管整个浩然峰。300年前，浩然峰没落，只剩师傅一人。北峰要接管主峰，师傅增来300年期限，期限届满，浩然峰若重新兴起，接管作罢；若仍是末峰，便归还宗门。咱们这样算兴起了吗？你觉得呢？师傅能争来300年，肯定留了后手，但我们不能只等他回来。果真吗，大师兄？先拿着，真到拼命那天，别穷着上路。大成巅峰43000余岁，300年之约，白纸黑字，本座不能替你推翻。弟子不是来求师叔毁约，只想请师叔长长眼。10万，你这是何意？弟子建设宗门的一点心意，请师叔代为保管。5日后，只要大面上过得去，剩下的事都可以商量。碧游不会来了，此事交由长文处置，他的决定便是浩然峰的决定。长文，签吧！大师兄，不能签！签了以后，咱们走到哪儿都得被错脊梁骨。这我们从小长大的家，凭什么让给他们？谁也不许抢我们的家！浩然峰训第1条，任何时候都要以光复浩然峰为己任。第2条，凡浩然峰弟子，无论强弱，都要维护浩然峰主权完整。第3条，将参悟大光明经作为终生目标。所以，浩然峰被接管，我不同意。这6个人谁敢动？碧游师妹真是下的一手好棋。碧游愿赌服输，也同意归还浩然峰，只是接管之事，他已全权交由长文处理。别哭，师傅，等等我！去哪儿？他承认自己输了，却把最后签不签的权利留给我，既没毁约，又让百峰不敢直接动手，高啊！如今你是浩然峰负责人，你不签是铁了心打算毁约。300年前订立契约时，我和师弟师妹都没出生，现在却要我们承担全部后果，这不公平。这些话你该去跟碧游说。所以我没有要求诸位放弃接管，只想请各位师叔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此事确是家师失约，但若让我亲手签字，便是有违祖训。就算苟且留下，也无颜面对列位祖师。你想要什么机会？给我时间，我会让浩然峰恢复到正常水平。你师父当年也这样说，难道又让百峰等你300年？不用300年，10年便够。再给10年，不过是让浩然峰继续荒废。就算给你100年，你一个筑基修士又能改变什么？你要这10年究竟能做什么？参悟大光明经，再为浩然峰招收弟子。宗主和108位峰主都没悟成，他凭什么？筑基境妄想参悟正宗古经，他怕是借钱借糊涂了。10年太久，既然你有如此志向，老夫便给你1年。长文，你敢不敢接？1年后，正逢浩然盛宴。只要你能在此之前参悟大光明经，并将浩然峰弟子扩充至300人，百峰从此不再提接管之事。但若有一项未成，你便亲自签下接管契，解散浩然峰。
参悟大光明经至少需要金丹修为，常文才筑基巅峰，碧游峰主300年都没招满300弟子，他1年怎么可能做到？这不是机会，是让他亲手给浩然峰判死刑。大师兄，2个都很难吗？对别人难，对咱们未必。红包持续累积，可投资对象5。现在拒绝，浩然峰立刻被接管；答应，至少还有1年。只要不断投资返还，我未必做不到。我答应，1年后的浩然盛宴，我会让所有人看清楚主峰为什么是主峰。大师兄敢接，我们就敢干。虽然不晓得啷个干，但气势不能输。参悟进度0，弟子5名，剩余1年。今日之约看似拖延时间，实乃不智。大光明经不是那么好参悟的。我知道。到那一天，整个宗门都会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废物。但也只有这个方法，可以将浩然仙宗损失降到最小。看刚才韩峰主那架势，就是不想给我留余地。就算我讨价还价，也只会增添冲突而已。他答应这近乎不可能的赌局，竟是为了宗门着想，这样的弟子可不多见。本以为那是贿赂，现在看来还真乃不可多得的人才呀。这是传讯符，若遇到修炼上的难题，可捏碎此符，本座自会赶到，指点你一二。多谢林师叔厚爱。这哪是什么传讯符，分明是保命符！不枉我刚才表忠心，不仅得保命符，还把好感度刷到80，一举两得。小事。投资提升，红包360，弟子300。有什么打算？暂时没有。你也知道我没有修炼天赋，这次的督约我怕是帮不上忙了。那不如我给你安排个事儿。啥子？帮咱们浩然峰招收弟子。我已经打听过，级别最低的外封弟子，平均月俸是10块下品灵石。接下来你去各峰宣传，只要有人愿意加入浩然峰，每月月俸我给他10块中品灵石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如果不能，那肯定是给的不够。4块中品灵石？当然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想看咱们出丑的峰主应该不少，他们肯定会对本峰弟子下达不能加入浩然峰的命令。如果给的不多，是没人来的。可以是可以，但大师兄你无妨，你只管宣传便是，灵石不是问题。还有件事需要你去做。大师兄你说。虽然咱们许以重力，但毕竟没有底蕴，再加上各峰峰主可能从中阻拦，所以招收弟子并不容易。咱们要做2手准备。大师兄请关锁，这样我办得到，肯定尽心尽力。第2手准备，目标就是1000年前因为袒护周青，被加配到行宫的那些浩然峰弟子。他们毕竟从浩然峰起家，对浩然峰存有感情。如果能想办法他们带回来，人口问题便能轻易解决。不过此事是个跑腿活，可能会很累。浩然峰以前那群人，这倒是个不错主意。不过他们还背着将邹青放走的罪名，想带回来怕是不容易。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，别人去我不放心。这里还些中品灵石，你尽管拿去打点，过些时日我会再给你。我尽力。左右我也是到处看热闹，如今能为浩然峰做贡献，顺便还有钱赚，已是天大幸事。
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回道峰，还有1月就是道峰论道大会，赢得第一可以获得丰厚奖励。听说其中有天地造化丹，如果能得到，我的修为必能精进。1年后参悟大光明经也能多几分保障。现在就去？事不宜迟，我先去准备准备，有好几个厉害的对手，不能轻敌。那你加油，到时候我如果有时间就去看你。大师兄尽管放心，有我在，咱们浩然峰不会被接管。就算参悟大光明经难如登天，我也要试他一试。怎么有种送儿子上学的感觉？既有些不舍，也得尊重他的命运，总不能因为投资就能变强，变左右星河的人生。不知道念情怎么样了？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哪个都得照顾好。谁叫我是大师兄呢？念情每次进入虚弱期，都会回浩然峰休养，往常7天便能恢复。可这次已经整整10天了，念情感觉怎么样？可能还需要几天才能恢复。你知道体内是什么情况吗？他明明是金丹3层，究竟是什么虚弱期，竟能让金丹修士变成凡人？穿上衣服，我带你去雪莲峰看看。扛几天会过去的。扛什么扛？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了还扛？连自己什么病都不知道就扛，生病就要看病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？赶紧穿衣服，我带你去雪莲峰看看。等你病好了，我还指着你带飞呢。有病就要看病，养兵如养虎。等什么时候你想看病了，病也就没人能看了。有没有危机意识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无论何时都要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，只有这样才能做你想做的事。轮回99世，只有大师兄看我时没有算计，也没有衡量。笑笑笑，别光顾着笑，你们两个也是一样。知道了，大师兄。表现不错，奖励你们2块零食。投资临渊苏小满，触发10倍返还。嗨，每日一投都能坚持，我还是太想变强了。真不愧是雪莲峰。大师兄，阶梯这么高，要是不小心滑下来怎么办？这要掉下来，不得，你1块，我1块。的确是个问题。这么滑，我还背着念青，稍有不慎，俩人不得当场表演个冰上芭蕾？冰盘，冰盘，上山下山不费劲，1块下品零食1套，童叟无欺。这位前辈，不用喊这么大声，我们听得见。这不是想让你们感受一下雪莲峰的热情吗？雪莲峰不能御空，走冰阶又容易摔下来。这冰盘有专属阵法，人坐上去便会自动上山，1块下品零食1趟，要不要做？做。各位坐稳，要发车了。虽然变强是人生主旋律，但途中美景亦不可辜负。好漂亮！这几日是雪莲峰5年1次的封笔，其他峰来观礼的人也多。今年的奖励比往年都丰厚，连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。什么压箱底宝贝？九阳真黄涅槃火种，传言其涅槃之火能焚尽万物，也能重塑一切，乃是无价之宝。这要是拿出来投资，岂不是分分钟万倍暴击？这九阳真凤涅槃火种，谁都能争吗？那倒不是，只有封笔前几名才有资格参与争夺。不过大家心里都少数，这火种
八成是给那位准备的。哪位？还能是谁？雪莲峰圣子宁无双呗。他天生冰凤血脉，上届封笔便是第一，这次正准备卫冕夺宝。不过也说不定，九阳真凤涅槃火种几百年未必能见一回，没人会轻易放弃。不出意外，这东西肯定与我无缘，听个乐就行。高手总是爱离群所居。雪姨，浩然峰弟子常文特来拜访。何事？师妹沈年轻被怪病困扰，还望雪师出手相助。出手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等我将他的病治好，他必须拜入我门下。雪姨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家师同意才行。但只要你肯给念青治病，我愿给予丰厚报酬。丰厚报酬？你小时候的奶粉都是姨出钱给你买的，你能给姨什么报酬？没想到雪姨已经3万多岁了，保养的真好。雪姨，先不说这个了，看病要紧啊。念青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你还怎么当他师傅？把他放下吧，他的体质非常特殊，乃是极为罕见的极阴体。这种体质有利有弊，修炼速度极快，却也会遭到反噬。为什么会反噬？万物守阴而抱阳，唯有阴阳平衡，才契合天地之道。极阴体过于霸道，阳气无法近身，体内积累的阴气便会形成阴煞之力，反噬自身。想要彻底解决，非常难。再难也得想办法。雪姨，你尽管说。办法的确有一个，唯养用天地间的至阳之气，中和他体内积郁的阴煞。去哪里找？我雪莲峰恰好有一样东西，九阳真凤涅槃火种。若念妻将其吞服炼化，不仅能根除反噬，说不定还会因祸得福，资质更进一步。封笔的压轴宝贝，今年的奖励比往年都丰厚，连压箱底的宝贝都拿出来了，竟然就是念敲的救命之物。你先别急着高兴，火种虽在雪莲峰，我却不能随意将它取来。为什么？九阳真皇涅槃火种是此次封笔魁首的内定奖励，若我现在将它取来，峰内长老必然极力反对，雪莲峰也会因此生乱。雪姨，那你能不能做主，把火种交易给我？我可以拿出同等价值的筹码，双倍也可以。为了我，他连这等瑰宝都愿意重金购买，有兄如此，妹夫何求？此物本是峰内一位长老发现的，而那位长老正是圣子的狂热支持者。圣子宁无双又身具冰凤血脉，若炼化火种，资质必会发生蜕变。那位长老原本想直接将火种交给圣子，遭到其他长老反对，才将其设为封笔奖项。就算你真买得起，他们也不会同意。大师兄，别担心，有困难不要紧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雪姨，还有其他办法吗？若非要说，倒也有一个。雪莲峰封笔不限制参赛者，其他峰弟子同样可以参加。理论上，只要你能击败我峰圣子，便能名正言顺拿走火种。你们峰圣子是什么境界？化神巅峰。还真是送菜局啊！让我一个筑基修士去打化神境大佬，这不闹呢吗？但是为了治好念青的病，干了！应答肯定不行，可封笔又没规定必须由我亲自上场。我打不过，不代表我请不到打得过的人。雪姨，这封笔我参加定了。我可不会给你任何帮助。放心，山人自有妙计。浩然峰大师兄常文，
出10万中品灵石雇佣打手参加血莲峰封笔，若能拔得头筹，另付20万中品灵石。听说了吗？长宁毛至万金雇打手。万金是多少？30万中品灵石。哦，不是，你刚说多少？30万！消息可靠吗？当然，已经有人去雪莲峰应聘了。听说连天剑锋圣子剑九霄都去了。你被灵石砸昏头了。各峰圣子最低也是化神境，你打得过？谁说我要打？看热闹去啊！等等，常文前些日子还找韩萧借贷，他哪来的30万？那就不得不提今天宗内发生的第2件大事了。第2件大事，常文又去找韩萧，怒贷50万中品灵石。再借50万？50万？韩萧莫不是傻了？上次被坑的还不够惨，现在又往火坑里跳。这次不同，琼华峰主韩耀东亲自出面画押，不怕常文耍花招。常文真有魄力，也不怕翻车。这就不是咱们该操心的事儿了。走走走，看热闹去，晚了又没位置。果然，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缺牛马，只要钱给够，人人皆是牛马。15个人，全是圣子圣女级别，还有3位百阶榜前50，有钱真好。紫霄峰雷元武，幽冥峰萧烈，天剑峰剑九霄。不用争了，你们3位我全要。3位，这10万中品灵石是定金，不过我有言在先，此次交易只为封笔奖励。击败雪莲峰圣子后，你们不能再对彼此出手。若是同意，定金便收下。可以，感谢诸位前来捧场，这些灵石便当做来回路费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合作。常师兄客气，这是我的传讯符，以后有这种活不必大张旗鼓，直接找我便是。要不等此事结束，再雇几个圣子当保镖？睡觉没保镖看着，我是一点都睡不安稳呐。有钱真好。这些你们拿着。投资沈念清、林渊、苏小满均触发10倍返黄。全是保底，竟然也能返还300万，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走，去看看3位圣子，能不能把火种带回来。账倒是对上了，可他本来就有10万，前不久为何还要找韩萧借那1万？大师兄，我们浩然峰很富有吗？你才发现？有多富？一般般富吧，反正养你们几个肯定没问题。碧游仙子这个无赖，明明这么有钱，还总找我借钱。等他回来，看我怎么跟他算账。找个合适的时机，把本座借给常文灵石的消息散出去。大师兄，有好多人看我们。这说明你长得好看，这样他们就看不到了。
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我以为请了个化神巅峰，没想到竟请来一位合体境大佬。太虚剑门可是北荒3大势力之一，这位剑师弟的目标还真不小。不过这不是我该操心的，只要他拿到火种，交易便算完成。4位圣子争夺魁首，真正的重头戏终于来了！合体境对化神巅峰，怎么看都是稳赢，火种马上就能到手了。3位，你我同为圣子，想分出胜负，怕是要费一番功夫。不如我给你们每人20万中品灵石，你们就此退走，如何？不是，宁无双，你怎么也是圣子吧？临了来这手，还有加钱哥的事儿。无双兄休要戏言，我既然收了钱，就要把事情办好，岂有中途退走的道理？不错，我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若此时见钱眼开，临阵退缩，日后还如何在浩然仙宗立足？别看我，我也不错。60万都不动心，不愧是各方圣子。抛开其他不谈，这诚信确实没得说。还好还好，30万没白花，这职业操守必须给个5星好评。既然敬酒不吃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又是3位圣子，宁无双竟然也提前找了帮手。刚才还是1对3，转眼变成了4对3。剑九霄就算境界再高，也架不住4位圣子联手吧？怎么皱眉了？什么阿猫阿狗，都敢来我雪莲峰碰瓷？身为雪莲峰圣子，说话还藏着掖着，你们雪莲峰就这水平？长文，我本想给你留些颜面，没想到你如此不识抬举。怎么，当个浩然峰大师长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？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我素不相识，我又从未招惹，何来不识抬举？从未招惹我，你花钱雇佣打手参加雪莲峰大比，不是在打我雪莲峰的脸？我身为雪莲峰圣子，雪莲峰的脸就是我的脸。雪莲峰大比本就不限制参赛者，任何人都能参加。不管我用什么方式，都没有坏了规矩，怎么算打雪莲峰的脸？而且我参加封比，只为九阳真皇涅槃火种，并不是冲谁而来。你太高看自己了。少强词夺理，我不听你那套！一个筑基境垃圾，就算找了打手，也不能在我雪莲峰翻起任何风浪！圣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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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子！接下来就该跟你们算算账。
慢着！又叫来13位圣子当打手，常文这是想干什么？把雪莲峰的天都掀了吗？16位圣子同时当打手，纵观浩然仙宗10万年，怕是只有常文能做到。这就是超能力吗？等等，16位圣子至少需要160万中品灵石，常文不是只借了50万吗？而且这价格早就超过火种本身了，他究竟图什么？为了替我拿到火种，他竟不惜花费160万，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苦寻99世的因果，为什么会在他身上？你们13人也是他雇来的打手。4人？不可能！你不是只借了50万中品灵石吗？怎么可能雇得起这么多人？我是借了50万，但我还可以再借啊。韩师叔，再借200万中品灵石。他说什么？好像又要借贷。13位圣子，每人10万，最少也得再借130万吧？130万说借就借，我愿称常文为借贷仙人。真借到了，一个敢贷，一个敢给啊！每人10万，这是定金。当初急中生智，把传讯帖交给常文，果然没错，不然今日这10万灵石就与我无缘了。好你个常文！你雇佣这么多打手，就不怕还不起贷款，最后风破人亡？怎么，刚才还一口一个筑基废物阿猫阿狗，小词儿一套一套的，现在怕了？诸位，此时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我先来。你先什么？你先，一起上！一起就一起！不是，我瓜子还没嗑呢，这就打完了？还以为你有多少本事，没想到这么不经打。敢问长老，封笔至此可是结束了？长老，还请替我等做主。今日若让他们安然退走，我雪莲峰还有何颜面在浩然仙宗立足？既然胜负已分，那封笔自然算结束。长老，无双，平时老夫怎么教你的？凡事要沉得住气。既然16位圣子弃颜面于不念，被金钱驱使，咱们可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，免得失了品味。长老，可是九阳……无双，老夫刚才怎么说的？凡事要沉得住气。雪莲封笔至此结束，感谢各位远道而来，老夫还有要事在身，恕不远送。这就散了？我横穿25座传送站，连一场完整的架都没看上。等等！既然封笔已经结束，
那魁首奖励理应当众发放，长老莫不是忘了？老夫身为此次封笔裁判，当然不会忘记发放奖励。既然没忘，为何不发？封笔奖励不是凡物，老夫需要回去仔细核实，避免出现差错。核实需要多久？哼，最少3、5天。晚届奖励不都是当场发放吗？火种本就是成品，还需要核实什么？年轻的虚弱期已经超过10天，多拖1日便多一分危险，不能任由他拖延。往届封笔的奖励也要核实3、5天。你在质疑老夫？并非质疑，只是确保我的权益。我想早些拿到奖励，带师妹离开这里。回首奖励价值巨大，若老夫不仔细核实，出了差错，谁来负责？九阳真凤涅槃火种乃是成品，核实只需1眼，何须3、5天？从宣布结束到拖延发奖，他分明是在故意拖时间。难道想把火种偷梁换柱？谁跟你说魁首奖励是九阳真凤涅槃火种了？我上山时曾向多名雪莲峰弟子打听过，魁首奖励就是九阳真皇涅槃火种，许多外峰弟子也因此而来。长老临阵变卦，是不是太不把我们这些外峰弟子当人看了？作为弟子，辨别消息真假的本事总要有。若是什么消息都信，还不如申请退出浩然玄宗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钱也花了，仇也结了，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既然你想耍赖，就别怪我给你们上才艺了。在场雪莲峰弟子有一个算一个，只要愿意作证，魁首奖励就是九阳真皇涅槃火种，便可从我这里领取10块中品灵石。内峰弟子与亲传弟子每人500中品灵石，先到先得，过期不候。你家灵石烫手是吧？我可以作证，火种就是魁首奖励。兄弟，你不去就把衣服借我穿穿，我也去财神爷那里领钱。财神爷，我也可以作证。凭什么只有雪莲峰弟子才可以作证？他们可以，那我也可以。够了，作证人数已经足够，后面的人不用再挤。长老，事实胜于雄辩，这些都是你雪莲峰的弟子，都能证明魁首奖励就是九阳真皇涅槃火种。你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该不会还舔着脸狡辩吧？你，九阳真皇涅槃火种是老夫寻得，本就是为我方圣子准备的，不能给你。但老夫还不至于欺压小辈，这魁首奖励，老夫自会折算成同等价值的物品发放给你。如果你一直咬定火种不是奖励，我还能高看你一眼。怎么现在直接开始耍赖了？随你怎么说，今日火种老夫必须留下，
同等奖励，你若想要便拿，不想要就请便。如果我无权无势，今日便只能按他的规矩离开，见不到火种，更治不好念青的病。诸位都看到了，裁判偷梁换柱，罔据秩序，还想仗着修为强行将我赶走。若有谁愿意替我讨回公道，我愿奉上100万中品灵石作为报酬。他这是要花钱雇人，大长老？啊！弟子花钱雇人打长老，浩然仙宗10万年也没出过这种事儿吧？那可是合体巅峰的10权长老，谁敢为了灵石得罪他？200万中品灵石。200万，我这辈子都赚不到，他是不是疯了？他不是疯了，是拿不到火种，今日便不准备善了。为了我，他连200万灵石都能毫不犹豫地拿出来，我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因果？四师兄，如果小满以后遇到困难，大师兄也会给小满花这么多钱吗？不知道，大师兄就在那边，你怎么不自己去问？女孩子都是会害羞的，四师兄怎么连这个都不懂？200万中品灵石，此话当真？自然当真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拿灵石吧。暂时拿不出来，再借我200万，可行？好，如此算来，你已经欠老夫450万中品灵石，到期后，老夫自会去浩然峰取。现有灵石360万，可投资灵石220万。等我把这些灵石投完，保底也能返还2200万，450万贷款，洒水啦。450万都不放在心上，这小子莫非还有什么底牌？九阳真皇涅槃火种本就是魁首奖励，如今你见魁首不是本峰生子，便想偷梁换柱，你怎么说也是老一辈，这么做不地道吧？韩师兄，我也是为雪莲峰着想，九阳真凤。行了，少跟老夫来这套。老夫时间宝贵，不想听那些没用的。现在交出火种，老夫转身便走。若是不交，就别怪老夫揍你，给你时息考虑。还请峰主出面主持公道。事情经过本座已经知晓，是你做的不对。你虽是为雪莲峰着想，却也不能坏了规矩。九阳真凤涅槃火种本就是魁首奖励，自然谁获得魁首，便颁给谁。峰主，火种能帮助无双提升体质，若是失去，无异于断去无双一臂。况且火种只对特殊体质有用，旁人得到也无法炼化。若交给常文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你这赖皮狗，怎么还公然犬吠？我家师妹正被阴煞反噬，九阳真凤涅槃火种恰好能治她的病，怎么算暴殄天物？怎么不算？资源本就应该优先交给资质更强的人，
这是浩然仙宗的铁律。我身为雪莲峰圣子，火种就是为我量身打造。你身边那个丫头，凭什么与我争？往小了说，这是浪费资源；往大了说，便是耽误宗门未来。这个责任，你承担得起吗？你半天不说话，我还以为你是哑巴。怎么你们峰主一来，腰杆反倒硬起来了？堂堂雪莲峰圣子，原来是个狗仗人权、见风使舵的废物。我看把火种给你，才是真正的浪费资源。你问他凭什么得到火种？就凭她是我长文的师妹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浩然峰都快被接管了，你还拿鸡毛当令箭？说到底，你不过是个筑基境菜鸡。1年后，我等着看你的笑话。刚才你被3位圣子压制时，怎么不敢说这话？现在峰主来了，反倒叫唤起来，还说自己不是狗仗人势。九霄师弟，我跟这位圣子聊得很不爽，劳烦你教教他怎么做人，价格另算。可以，宁无双，与我一战。峰主，他们都骑到雪莲峰头上了，你还不管吗？雪莲峰向来以信游为先，规矩就是规矩。常文通过正当途径获得魁首，火种自然归他。你位居要职，却不按规矩行事，犹如雪莲峰声明：撤去长老之位，罚撕过牙，面壁半年，将火种取来。魁首奖励已经颁发，雪莲峰比至此结束。你与宁无双若要化解恩怨，需谨记宗规，不得对同门下杀手。年轻终于有救了。峰主只说不得下杀手，可没说不能打。九霄师弟，刚才说好的，价格另算。你先出招吧，免得别人说我欺负你。不愧是合体境大佬，说话就是有底气。宁无双百劫榜第30，剑九霄排第15，只差15位，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。有投资系统在，总有一天站在那里的人也会是我。生死之战正式开始了！都打3天了，怎么还没分出胜负？百劫榜上的天骄差距本就不大，剑九霄也只是占了些微优势，这种观摩机会可不能错过。等等，故人打架的长文呢？
雪姨，念青不会有危险吧？难说。我能做的只是在紧要关头保住他的性命，至于能否融合成功，还得靠他自己。别动，接下来只能看他自己。念青，一定要撑住。那便辛苦雪姨了。你哪来这么多零食？保密。总之，雪姨不用担心我。这孩子真孝顺，可比他那个明明有钱还找本座借钱的无赖师傅强多了。小满、林渊，我只有你们了。乾坤袋都快装不下了。傻丫头，钱是赖以生存的保障，怎么能嫌多？拿着。1块块头已经来不及了，必须加大投资。大师兄，零食带在身上好沉的。零食没用就不能当石头扔吗？那只灵鸡天不亮就咯咯叫，拿零食扔服它。你给苏小满投资30万中品灵石，触发返还。恭喜你获得500年修为。10年修为就让我到筑基巅峰，500年修为不得直接起飞。现实一息，星海100年。我的气海远比寻常筑基星石庞大，想要结丹，只能一层一层压下去。100年苦修，金丹终成，碎丹成鹰，只差最后一步。不能散，这是我数百年的修为。结鹰失败，修为跌落至金丹6层。我以为自己是在碎丹，其实我从未真正舍得。放不下金丹，又怎能容得下元婴？这一次，不争，不抢，也不强求。第500年，碎丹成鹰。元婴法相，大师兄，长文，你竟真的突破了。呼吸间，便是500年沧海桑田。此后这修仙盛世，当有我长文一席之地。1个多月前，我还是淬体2层菜鸟，没想到转眼间已经是元婴境大能了。天下无敌，指日可待。啊！人外有人，还是继续投资最稳妥。雪姨，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念青出了问题？你的修为是怎么回事？解开了些许封印。把这枚隐息丹吃了，可以遮掩你的气机。若有任何不适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雪姨放心，我有分寸，
面前那边还要劳烦您照看。修为再高也不能拿来还债，期限将至，还得继续投。来，小满，这里还有些零食，拿去玩。大师兄，小满才扔了10几个。你别一个个扔，扔的还不准。我教你。哼，看见没？学会了就自己练。大师兄，如果我把扔零食练到精通，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吗？绝对可以。大师兄果然不会骗我。你给苏小满投资30万中品灵石，触发返还。恭喜，你获得4品防御型宝物九龙在天混沌宝甲。4品宝物对应合体境，穿上它就能硬隔合体境攻击，等于白捡1条命。安全感拉满，美滋滋。可这东西也不能拿来还贷款啊！小满，扔累了没有？过来歇会儿。这些也给你，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大师兄，小满该怎么报答你呢？我这样真的不算骗小孩吗？一点小钱不至于。不行不行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大师兄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？我想要的就是看着你们无忧无虑的长大。那等小满长大，以身相许行不行？不行不行！先不说你这么小，就你那当皇帝的爹，要是知道了，为什么不行？不行就是不行，换一个。那小满给你找个道侣，行不行？道侣啊，这个倒是可以。下次出门就帮大师兄找一个。你给苏小满投资50万中品灵石，触发返还。恭喜你获得地品功法冰火阴阳诀。地品功法，大光明镜也只是半部地品，整个修仙界更是从未出现过真正的地品功法。这东西，修仙界只此一份，绝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可地品功法再珍贵，也不能拿去还贷款啊！唉，难不成是小满太欧了？换个人投。渊儿，饿了就去外面买吃的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别省着。多谢大师兄，来舔一个！滚！少来这套！你给林渊投资50万中品灵石，触发返还。恭喜你获得100年功法感悟，可用于任意功法。又出货啦！玉童，你是要毁了我吗？我要零食啊！我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。越急越容易乱。既然今天一直出货，索性先不投了。100年功法感悟使用成功。冰火阴阳诀分为上下2卷，不可同时修行。上卷主修冰火凌厉，刚猛霸道；下卷主修阴阳调和，绵长深邃。我喜欢直来直去，
就选上卷。哼！百年感悟结束，冰火两极诀第5层圆满。一品功法，果然恐怖。念青是极阴体，又融合了9阳真凤火种，这下卷或许正适合他。等他出关再给他看看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求求了，一定要保底呀！千万别再出货了！收了大师兄这么多灵石，下次一定帮他找到最好的。你给苏小满投资50万中品灵石，触发返还。恭喜你获得500万中品灵石。还好系统没在关键时候掉链子，贷款危机总算解决了。唐文失职，贷款准备的怎么样了？50万贷20日，400万贷15日，按日息5/1000计算，共还485万。韩师叔清点一下。韩师叔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既然失职按期还贷，因果便算了结。以后再有需要，尽管开口。念青！这还是那个天天给我做饭的小丫头吗？沈念青，轮回女帝第99世，境界金丹10层巅峰，体质阴阳圣体，已觉醒。炼化火种后，不仅阴煞反噬消失，念跷还直接突破到了金丹巅峰，竟然是阴阳圣体。雪爷，阴阳圣体很厉害吗？在圣体榜中，阴阳圣体仅次于荒古圣体，高居第2。放眼整个修仙界，都是最顶尖的资质。这下浩然飞要发达了。圣体榜第2，确实厉害，不愧是我家念青。侄儿啊，咱们商量个事儿呗。不给。此事恐怕由不得你。浩然峰怎么可能？浩然峰这是牛粪上开出鲜花了！
大师兄，妻子好了不少。叔叔，小丫头没有受伤吧？没有，多谢宗主关心。你觉醒阴阳圣体，绝不能被资源耽误，不如暂居我天虚峰。天虚峰管得太严，我杨武峰开放自由才适合这丫头。蓬莱峰还能带她的游历天下，增长来我丹峰，老夫大丹要给他当糖吃。都闪开，他就该来我拳峰。都别争了，小丫头，你自己想去哪一峰？师叔，我想留在浩然峰。不行！你资质逆天，若留在这里苟且度日，便是浩然仙宗的损失。那便由我负责他的日常修炼。他本就在雪莲峰进修，对那里也熟悉。他仍是浩然峰弟子。你们若想培养他，便将资源交给我。等他成长起来，自会回报各峰。这个办法不错，我等附议。那便这么定了，往后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告诉雪莲峰主。多谢众位师叔。培养他归培养，但1年后浩然峰该被接管，还是要被接管，别指望我们留情。师叔放心，若1年后我完不成条件，不用你们开口，我会亲自宣布浩然峰解散。这个你拿着，说不定对你有用。大师兄，这是什么品阶的功法？什么品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合不合适。我融合火种后，体内真气已化为阴阳2气，这部功法对我再合适不过。那就送你了，反正我也用不到。大师兄，你从哪里得来的？秘密。大师兄，你身上究竟还藏着多少秘密？倒是忘了，刚才突破没收住气息，把房间也给炸了。大师兄，我的房间没了，接下来我能不能……放心，包在大师兄身上。堂堂元婴大能，居然干回了老本行。不过自家师妹的房子，当然得我来盖。剑九霄和宁无双已经打了12天，从雪莲峰一路打到北海，还没停手。收钱办事，追着打12天，常文这佣金是真没白花。太虚剑门可是咱们的死敌，他们不请自来，肯定没安好心。想来砸场子，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走，去道峰看看你们3师兄。10倍保底返还，
10倍保底返还，10倍保底返还。该出货的时候不出，不该出的时候瞎出，我真的是……整个五域都没有地品功法，他却随手送给了我。等我登临大道，必会让他长生万古。这位师兄，这些灵石不要了吗？不要了。啊！你们想做什么？竟敢聚众攻打道风！常师兄，你这是……没看见吗？他在修仙。师兄，你确定他是在修仙？当然。无敌天下不一定非要本事傍身，平易近人也可以做到。原来是这个意义啊！全员集合，给常时光肃清上山道路。多谢开路，给师兄弟们分了吧。多谢常师兄，下次还找我。什么浩然峰大师兄，以后您就是我亲师兄。大师兄，上次的粽子我还没吃完，你这又……大师兄对我太好了，不远万里只为给我送粽子，果然……小事。论道大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本来只是道风选拔道子的大会，但太虚剑门突然说要来，明显来者不善。太虚剑门，他们想干什么？肯定是来砸场子的。不过就算他们插手，这论道大会第一，我也势在必得。你有信心就好，这给你。大师兄，这我不能要。贷款已经还了，这15万中品灵石你先拿着，不够再找我。大师兄，这些灵石价值巨大。正好人都在，我统一说一遍，以后我给你们东西，你们就拿着，努力变强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唉，可惜星河不是女儿身，如若不然，定然跟了大师兄你。呸呸呸！我吃饭呢，别恶心我。常师弟，大会期间特设赌盘，名单上的人都有机会夺魁，开幕之后便会封盘。楚星合营10万变50万，再用来投资就能变成500万，这不正是发财的好机会？常师弟，一旦封盘，可就不能反悔了。10万，全押楚星河。老夫宣布，道风第1988届论道大会现在开始。这排场真足。求道道风封主，大成境9层，好感度60。听闻道风举办论大会，老夫不请自来，不知可否为老夫备个座？太虚剑门宗主空剑，他竟然亲自来了！他眉心有红日印记，是太医。那个蝉联北荒人杰榜第99年，连全真子师兄都屡战屡败的太医。
难怪能横压北荒年轻一辈近100年，这才是太虚剑门真正的王牌。北荒年轻一辈，真的有人能赢他吗？两宗都快打成世仇了，他居然想促成和解，比剑九霄想灭掉太虚剑门还离谱。既然远道而来，便入座吧。本座亲临是给你们颜面，林保定居然不来亲自接待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本座向来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不与你们计较。堂堂宗主，张口闭口就是颜面，还在这种场合阴阳怪气，实在有辱宗风。楚星河第一个进入道祖试炼，星河人气很高啊。那是自然，楚师兄来道峰不过11年，便从籍籍无名修炼到金丹境。听说峰主早有收徒之意，若他这次能夺魁，恐怕会不惜一切将他从浩然峰挖过来。先抢念奇，现在又想挖星河。浩然峰总共才6个人，经得起你们这么挖吗？再说了，要真被你们挖走了，我还怎么投资啊？想挖师弟，那也得先过我这一关。常师兄不必担心，道祖试炼考验的不是归属，而是能否得到大道法则认可。此碑是道风祖师的本命法器，收藏了1万多种大道法则。参试弟子要做的就是引动法则共鸣。引动多少才算通过？3道，引动的越多，获得的气运反馈也越丰厚。大道虽多，却不能被外物迷惑，唯有坚守自己的道，才能引发真正的共鸣。三师兄，你会选择哪条路？我全部身家都压了李秋生，他连5轮都没进去，打假赛，这绝对是打假赛！突破试炼了！三道法则共鸣，他突破文论了！16道大道法则是谁？难怪赔率断档第1，这人还真有点东西。好小子，不愧是老夫的孙儿，竟给了道风这么大一个惊喜！自强，立刻准备渡劫法宝！孙儿不可妄为！自强不是鲁莽之辈，他敢这么做，定然有所把握。毫发
大无伤，金丹巅峰！你这小子怎得如此莽撞？大劫难往往伴随着大机缘，我有何惧哉？最早进入试炼，却拖到现在还没出来，分明是迷失在里面了。不要轻敌，那个白袍如秀不一般，你很可能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乃太虚剑门元婴之下第一人，会不是一个金丹如修的对手？信不信由你。这老家伙终于坐不住了，他亲自来浩然仙宗，果然另有目的。林保定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出来一剑吗？宗主来了！空剑，你舔着脸跑来我浩然仙宗也就罢了，叫老夫出来做什么？你好歹是一宗之主，说话怎得这般粗鲁？也不怕传出去闹了笑话？老夫说话粗鲁，也总比你人面兽心强。你在太虚剑门装装也就算了，怎么来了我这里还人模狗样的装上瘾了？平日里看着仙风道骨，碰上太虚剑门，最是真不留情啊！老夫此次前来，不是与你斗子的。前些时日，无量山有一条高级气运灵脉现世，此事你应该知道。那条灵脉是我宗行风峰主先发现的。你太虚剑门横插一手，老夫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气运灵脉天生地造，本就是无主之物，何来横插一手？放屁！那条灵脉早已被我宗做好标记，什么时候成无主之物了？原来关羽是假，他们是来抢高级气运灵脉的。不错，这条灵脉，我太虚剑宗也要争。高级气运灵脉足以成为一峰根基，除浩然峰外，仙宗各峰地底都有一条。它不仅能将荒地变成洞天福地，还能吸引气运之人，滋养一峰弟子。时间越久，诞生的天骄便越多。难怪两宗都不肯退，这争的不是一件宝物，而是一峰未来。不能给！灵脉是我们先发现的，凭什么给太虚剑门？老匹夫，想抢灵脉，你今日就别想走出浩然仙宗！真当我们这些老家伙是吃素的？早知你们会如此，你们以为老夫没有准备？将近100位大成境强者，太虚剑门，这是倾巢出动了。今日若谈不拢，他们便会立刻前往无量山，要那条气运灵脉。封建，你这是打算硬抢？不是硬抢，只是表明态度。灵脉既被两宗同时发现，便该公平竞争。
你想如何？正巧论道大会尚未结束，不如便让年轻一辈决定灵脉归属。你们可派同境界弟子交手，他们每人最多接3场挑战，3局2胜，先赢2局者拿走灵脉。配音几乎等于必胜，剩下2局我们1场都不能输。怎么？堂堂浩然仙宗连3局2胜都不敢接，若真被太医吓破了胆，便乖乖交出灵脉。哼！弟子李自强愿代表金丹境修士为宗门一战。弟子都敢战，你这个宗主怎么反倒婆婆妈妈起来？天辉峰全真子愿代表浩然仙宗再战太一。紫霄峰愿为宗门一战。杨芳风愿为宗门一战。我打不过，总能去给师兄缺解助威。平日里各峰争得再凶，面对宗门死敌，却能瞬间拧成一股绳，这才是一流仙宗真正的底蕴。轮回99世，我从未见过凝聚力如此强的宗门。浩然星域与浩然仙宗同名，恐怕绝非巧合。只要在所有人面前击垮他们引以为傲的天骄，这份凝聚力自然会出现裂痕。既然你们不怕丢脸，老夫便成全你们。这场赌战，浩然仙宗接了。金丹境这一战，我接了。同为合体5层，圣体却天然压制灵根，全真子这一战胜算不大。浩然仙宗江城，请赐教。同为元婴巅峰，居然一招瞬败，那道火光绝对有问题。江师兄一招就败了。浩然仙宗元婴第1人，竟连我宗圣女一招都接不下。一场输了不要紧，你们还有2次机会。不过下次记得派个强点的，别再让水货浪费时间。同为元婴巅峰，江城不可能瞬败。那丫头究竟用了什么？那道火光并非火灵根所化，十有八九是天地孕育的异火。这就是你们引动16道法则的天骄，浩然仙宗，尽是土鸡瓦狗，不如改名叫烂鱼仙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是楚星河，他要出关了！这个究竟是多少道大道法则？
566、567、568，也有1数了，这最少也有1万道。李自强一共16道就够逆天了，楚清河直接来1万道。万道共鸣，等同于1万位远古强者同时认可了他的道，这怎么可能？牛逼！我知道星河牛逼，没想到这么牛逼！这便是三师兄真正的实力吗？有机会，定要与他切磋一番。万道并立，谁与争锋？李自强度3重雷劫都用了5天，楚星河竟引来了5重雷劫。李自强硬扛3重雷劫都用了5天，楚星河这5重雷劫要怎么渡？3。不是哥们儿，雷劫是你家亲戚啊，说走就走啊！先是念青觉醒阴阳圣体，如今星河又万道共鸣，看来浩然峰往后的安宁是一去不复返喽。师兄师姐怎么一个比一个厉害？看来以后只能跟大师兄2个菜鸟抱团取暖了。莫慌，这是儒道的言出法随，并非神技，它主就只是金丹巅峰。谁言浩然仙宗尽是土鸡瓦狗？装神弄鬼！先是金丹巅峰，在我面前就得低头做人。蝼蚁之力，安敢狂言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的实力配不上你的口气。说我们是土鸡瓦狗，结果你连土鸡瓦狗都打不过，那你算什么？独孤问天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是天生不会说话吗？空见老狗，你还真会预判，没开打就知道自家弟子只会花拳绣腿，老夫佩服。高兴的未免太早，3局2胜，你们不过赢下金丹1局，太医无人能敌，南宫池那里同样无人敢上。怎么，方才不是还耀武扬威，现在打算认输了？浩然仙宗尚未赢，你太虚剑门同样没有。浩然峰楚星河，请与圆圆应战。浩然峰楚星河，请与圆圆应战。我没听错吧？楚星河师弟要用金丹打元婴？如果你没听错，那应该就是没听错。你是不是在逗我？我是问你怎么看？站着看啊，这有什么好问的？我又没见过金丹打元婴，还能怎么看？大师兄，三师兄能打过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你三师兄不是莽撞之人，既然敢上，就有一定把握。星河，元婴之战自会有他人解决，你不必冒险。你肩负宗门未来，绝不能在此损伤道心。我意已决，只是出战前还想请众位师叔答应一件事：若我赢下此战，那条高级气远灵脉能否给我浩然峰？
大师兄待我太好，若能赢下灵脉埋入浩然峰，也算我回报他一二。林定定，你们还不如个20来岁的少年郎，他想打，你们就让他打吗？几分把握？保守估计3成。准了。真的打起来了，而且楚仙和师弟居然没落下风。原来他方才对我出手，连真正的实力都没用出来。万道争锋，唯吾孙。不愧是你啊！三师兄加油！哪怕他在那个姐姐，我这一招很强，你若挡不住，可能会受重伤。确定要接？来吧。这不是人造灵火，这是异火！这是把太阳请下来了。异火乃天地孕育的火源，代表火属性能量的极限，连大成强者都不敢轻易碰。随身携带异火的人能是一般人吗？这妥妥是天命主角啊！叶青，如果你对上南宫池，有几分胜算？6成。祖师真的发力了，我浩然仙宗后继有人矣！弟子林秉定敬告诸位祖师，吾浩然仙宗后继有人矣。弟子定尽毕生之力，将他们托举成才。星河牛逼，干他丫的！此子天赋比起太一也不遑多将，甚至犹有过之，绝不能留。不错，此子天赋太过超颜，成长起来必会成为我太居剑门心头大患，必须除掉。此事日后再说。如今他虽能抵挡异武，却未必能赢池儿。
这两个小娃娃给我这把老骨头都看紧张了。都打1个月了，早知道这么久，我就把床搬来了。若继续消耗，还需半月；若都用底牌，只需1炷香。半月也能接受，距离浩然圣殿还有8个月，我可不能一直住在这里。大师兄，三师兄停下了！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你这异火名为轮回圣炎。你怎么发现的？瞎猜的。交手1月，终于确认他这力化不足3成，不必暴露真正身份了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你方才提醒过我，我也提醒你一次，我接下来这招很强，你可得万分小心。晚辈楚星河，请诸位前辈意志再现。以金丹修为，唤醒远古大能意志，此子当真惊艳。一个金丹修士怎能优秀到这般地步？此子不能留。池儿，此时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轮回圣炎，天征信长。看个热闹，差点把命看没。下次必须先备护身符。奇怪，这功法见了轮回圣炎，怎么比我还兴奋？念青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异常？没有，我有金丹护体。红元功法，念青却没有反应，修为长得太快，眼见没跟上。算鸟，顺其自然吧。仅靠征考奈何不得，拿出你真正的实力。烈焰焚天。三师兄赢了吗？金丹打赢元婴巅峰，这合理吗？管他合不合理，楚星河牛逼就完了。那可是异火，如3位封主为取他重伤闭关，他怎可能挡住？池儿没那么容易败，那一招太医也不是对手。还要打？再打下去，你恐怕会受重伤。你很厉害，但今日此战我必须赢。若你不认输，我接下来这一招可能会让你死。楚星河，你认不认输？从未输过。轮回圣炎共5颗火种，南宫池仅能初步调动1颗，尚未完全炼化。圣炎本体，难怪他说这一招可能会死人。
宗主亲手布下的结界都在融化。轮回圣眼是时间与空间孕育的异火，本就是结界天敌。星河，圣言绝非你能抗衡，立刻认输。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与你们相处，奈何苦苦相逼，我只能动用禁忌手段了。此子天赋比太医犹有过之，断不可留。孔剑，你敢当众袭杀我宗小辈！堂堂一宗之主偷袭金丹小辈，太虚剑门还要不要脸？我以为踏入元婴便能唬住他们，可在真正的大成面前，我还是太弱。问题不大，我有大师兄。大师兄，这回我顶不住了，你出手吧。本来不想麻烦大师兄，是你们非要逼我。你凭什么觉得我能从大成巅峰手里救你？身为大师兄，这个时候可以没办法，但不能让师弟先火。师弟莫慌，你且全力防御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大欺小，堂堂宗主竟然偷袭，输不起就别来比试。孔剑，老夫早防着你这老狗偷袭，结界早已加固。有惊无险，还好林师叔早有防备。索犬被我远离结界，我已经控制不住他了。轮回盛宴失控了。在梦中是谁束缚的江山，战火诉说着离乱，渡边那一天，喝醉唱是永远。手风吹雪归上映红未干，命运最偏爱遗憾，人血染衣衫，目光更凌乱。先稳住结界，一旦它碎了，整个道风都得陪葬。风手维护结界，本座就星河。老夫既然要杀他，你又如何能救？空剑，楚星河若有三长两短，本座必叫太虚剑门鸡犬不宁。一个死人不值得两宗开战，谁敢救他，便先过我太虚剑门这一关。宗门养我多年，今日真要开战，我愿为宗门尽一份力，他也一样。
若是退是进，也难保我手中这3尺玄玉。我的对手不是太虚剑门高层，只是把星河救出来。若只救人，我有6成把握。够了。说到烈气随千万人独往矣，好古铮铮来破局。大师兄，你去了会死！不用管我，好生待着。众位师叔，撕开一道裂缝，让我进去。长文，你只有元婴境，别说废话，星河最多还能撑3息，赶紧撕开！那是长文，他不是筑基吗？元婴进去也挡不住圣言，他是在送死。明知会死也要进去，以前我们都看错这个借代仙人了。为了师弟连命都不要，何故如此啊？区区元婴，买1送1，可歌可泣。大师兄，快来救我！我就知道大师兄都是装的，怎么才元婴初期？嗨，我家大师兄就是低调。臭小子，你对我有信心，也不能拿命这么试啊！这臭小子怎么把防御全撤了？他到底对我哪来的信心？能做出3篇传世文章，又能瞒过所有人的眼睛，大师兄怎会只是元婴？这把稳了。星河！你还笑？我让你全力防御，谁让你全撤了？大师兄来了，我还防什么？他活着出去，我非把他脑子敲开，看看里面装的什么。以后再敢拿命赌我能救你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我就知道，大师兄不会不管我。失控圣眼足以重创合体巅峰，大师兄只有元婴境，怎么可能挡得住？放开我！我要进去救他们！明知可能会死，他还是进去了。烽烟中是谁束缚的江山？战火诉说着空剑！那一天，是永远。师弟，别怕，大师兄带你回家。